见过这样牛逼的异世界技能吗？只要说一句去死，对方秒变尸体，哪怕是异世界大恐龙都是瞬间嗝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人对男主有想法，那人就会当场毙命。这能力业务在本来的世界就会，因为太过超模，他的家人早就恨不得把他送走了。于是，在某天，异世界贤者把业务召唤到了新的世界。本来还在参加休学旅行的大家，在穿越隧道的时候，一同被带到了这个新世界。一个陌生人缓缓走进来，自称是贤者的孙子，名叫紫苑。旁边一个老医生也开口了，紫苑不由分说就把他轰飞了。因为紫苑最讨厌别人在他说话时插嘴，他希望大家不要做多余的事，认真听他说话。他的出现显然改变了大家的计划，他警告大家不许惹怒自己，否则死啦地。同学们一听吓坏了，紫苑告诉众人，这里是异世界，之所以他把大家都召唤过来，是想让大家通过他们独特的系统成为贤者候补。这个系统名为战士系统，获得这个系统的人会看到一个非常酷的面板，面板上会显示自己的状态。这个系统在这个世界是被视为神赐的能力，帮助大家通过这套系统在这里努力成为贤者。千家好奇为什么他没有面板也不发光，紫苑解释说，如果和系统不兼容，就无法得到神赐能力，没获得能力或不能成为贤者的人，最终只能成为被榨取魔力的家畜，被关在黑暗狭小的箱子里过余生。新手任务2小时后开始，希望大家都能活下来，别一开始就全军覆没了。这时面板上出现了任务说明，第一任务是从龙之源到孔边城镇，温馨提示，主要怪物是龙族，平台等级1000。见到红毛他们表示，除了通过这任务没有别的办法，似乎也没别的选择了。给大家分配的能力，快速制定战略。千家和夏意张开翅膀，没得到系统的除了自己，还有正在睡觉的业务和太美以及黄毛昆参。农人们慢慢离开，似乎故意忽略他们4个。千家正想叫醒正在睡觉的业务，正当太美准备开车时，被红毛拦了下来，存在高高在上的样子。现在等级至少1级，拥有普通人无法比拟的力量，为大家带来光和热，这也是他们讨论的战略之一，正好可以用来吸引龙族的4个人，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安全到达目的地。突然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，荒谬而恐怖的声音响起，让大家都不禁感到恐惧。伴随着剧烈的震动，飞龙的尾巴穿透了车身，刺入了太美的身体，紧接着昆山也被刺穿。刚醒的业务有点迷糊，千家等人都无语了，这么大的动静他现在才醒。看着巨龙破坏车身，业务还以为是2只大蜥蜴，拿起手头的麦克风猛击向飞龙的尾部，被攻击的飞龙立刻将尾巴抽出。突如其来的攻击让飞龙非常生气，业务好奇这就是所谓的飞龙吗？突然巨大的飞龙直接向业务冲来，好一会儿后千家终于睁开眼，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活着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业务就说飞龙是自己摔死的，他说什么也无所谓，也不是他想隐藏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根本没人会相信，这种力量太不可思议了，没人会相信。下车后看看周围环境，发现有几条路可以选，山路和通往镇子的路以及森林。正当业务犹豫时，千家说似乎有东西朝我们飞过来，因为拿到系统的人都有锁定能力，发现飞龙消失了，打算回来看看。看着业务觉得要不要把他们都干掉算了，毕竟他们故意把我们丢到这儿就等于是谋杀。3人也看着飞龙，都有点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过这倒无所谓，因为他发现千家还活着。面对刚获得能力的他们和失去威胁的生物，逐渐露出了自己真正的面目。原来小帅的能力是勇者，夏能使用基本魔法，但这是他一直在练习的，这也引起了业务的注意，但来不及多想，到时小帅把千家拉到自己身边。千家一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看到小胖那焦急的样子，他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原来3人都注意到了他。业务万万没想到千家到现在才明白，总之他决定先试着与这些人交谈，他指的是小帅。随着2人的说明，小胖也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这时业务也很贴心的解释了自己的能力，他的能力是让任何对象当场死亡。听到这，小胖立刻懵了，但当业务问他要不要试试看时，小胖不禁心生恐惧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接近业务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还没来得及行动，业务就让他停下了。原来业务还有一种能力，就是可以感知到别人的杀意，当把2种能力结合后，任何对他有杀意的人也会当场死亡。小胖整个人都傻了。这时业务也想起了之前的疑问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小胖已经练习了很久，结果也正是这样。原来小胖3人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，不久前他们为了战斗魔王，曾被一个王国的人召唤到了这里。说到这里，业务让他停下，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已经冒险了1年，在战魔的瞬间回到了原本的世界。问题是这些人已经消失了这么久，小胖直接给出了答案。原来在他们的世界，1年只相当于现实世界的几小时，这也意味着他们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知道后，业务打算解决掉小胖，他不想自己有后顾之忧。关键时刻，小胖赶紧去救家球，然而没想到家球根本不理他，他是被业务救的。好家伙，这根本不是圣母。见此，小胖也拿出了杀手锏，原来要想带走家球，也得有手中的令牌。
这样才能顺利的接近第一个见到的人。这也意味着有了这个令牌，业务便可以放心大胆。他立刻决定成为千家的主人，可家球根本不想要，而这个令牌像是紧箍咒，千家不愿小胖就更无法接近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千家问小胖有没有不当主人的方法，小胖本来不打算说的，可他无法违背主人的命令，随即表示只要他说出来就可以转移。结果千家直接就把小胖转让给了业务，而换过主人的第一件事，业务就让小胖在森林待命，让他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留下。虽然小胖万分不愿意，但作为仆人的命令他只能服从。这时千家也突然害羞起来，之前他和业务几乎没怎么说过话，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努力保护他？而说起来业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思考的样子瞬间让千家产生了遐想，他误以为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。与此同时，贤者也收到了手下传来的报告，报告说有4个人身亡，本以为农人的最后手段和他预测的一样，结果是牺牲了4个无能力者。可当听说死亡中有2个极能力者，连飞龙也莫名其妙的死掉，他一瞬间就震惊了。不过震惊也只是一瞬，他决定这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事，只是让手下多加留意。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圣母的龙，他随口说一句表死就能让人瞬间真死，关键是就算长得再漂亮，惹到他的人都有死路一条，不仅可以指定死哪里，他还可以决定到延迟死亡，一旦被他盯上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。原来刚才那个放大招的是自己好友获得的系统，刚穿越到这个世界就被同学们勉强的2人也能自行探索，至遇到一个愿意带路的兽儿阿姨，方才得知对方一眼认出他们是贤者候选人。他特别看重像业务这样的男性，不仅有前途还容易得到提拔。原是因为兽儿娘看中了业务，谈话突然转变了方向，他说自己不打算对有潜力的朋友做什么，其实是通过帮助他们对2人进行早期投资，有这样的向导带路，业务怎能拒绝？转眼6天过去了，千家不知不觉买了很多东西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时一群盗贼围住了他。兽儿娘竟是幕后元凶，亲切不过是他的伪装。原来贤者候选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，事实上名声显赫，有系统就能为所欲为。抓住业务不仅能缓解压力，还能通过卖掉他们赚大钱。业务觉得这都是废话，这话让大家都笑了。看到这群人要动手，原来业务在测试自己的能力，他想试试是否可以让某个部位致命，结果发现根本没效果，每个人照样瞬间死亡。兽儿娘完全慌了，她急忙求情，说家里还有饿着的弟妹等她，但业务完全不买账，右手再次向前一指，雷声大雨点小的威胁。2人发现自己没死，家以为业务会放过他们，原来业务不仅能瞬间致命，还可以延迟效果。2人正想离开，卫兵让他们站住，让他们解释刚才的情况。业务想混过去，说自己也是刚好路过。戴尔不信他的话，戴尔亲眼见到盗贼突然倒下，看到这名还是早点来救人，戴尔有些生气。戴尔表示他要调查盗贼背后的组织，简单来说就是想通过业务把家族卖给明天那种人，但现在这计划彻底泡汤了。他叮嘱2人别想反抗，因为他们卫兵得到了贤者的祝福，系统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。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的乔治就打断了他。原来乔治的技能鉴定显示2人都没系统，因此也难以断定这是业务做的。这样一来危机就解除了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业务也没再动手的意思，他顺势问能否介绍个可以过夜的地方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还有6个盗贼没死，他们是他试验致命技能的对象。没过多久，乔治真的为他们找到了住处，这让千家有点意外，业务竟然要求2个单独的房间，对方明显是个老手。想到这是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和业务分开，这让千家心里有些纠结。突然一个幽灵出现在他面前，但一看到对方，千家马上想起了他的姐姐，2人简直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然而这并不是巧合，原来这个幽灵是他们家族的祖先，更准确的说是守护灵，所以才会出现。听到这里，千家有点生气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家族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但幽灵一出现就立刻消失了，原来他是担心一不小心也会被业务灭掉，他希望千家能提前给业务打个预防针，免得一出现就被解决掉。他没想到业务的能力这么强，这让他怀疑自己既然这么厉害，又为什么他们有系统？但没想到话一出口就揭示了真相，原来守护灵顾名思义，它能做到在灵能方面的防护，所以他把千家的系统给封锁掉了。原来系统虽有好处，但接受同时也意味着生命可能被贤者掌控，反而是救了千家一命。而幽灵的真正愿望是让千家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不用依靠业务，从现在开始要靠自己了。说着也边说边开始规划未来，我们家要把那一套真传交给你，等到天亮的时候。千家没想到是业务已经计划好了一切，原来他通过饭店的前台已经弄到了信息，不仅查到了班上同学的位置，还找到了去那里的交通方式以及必须的隐藏道具。等千家反应过来时，他们已经在去都城的火车上了。按照业务了解到的信息，同学们已经在前往王者之路上了，一边修行一边前进。千家没想到业务一夜之间做了这么多准备，没想到业务直接告诉了他，等回过神来时，火车已经被割成2半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同时所有卫兵也都吓坏了。
原来虽然有一个盗贼活下来了，但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疯了，即使使用恢复魔法也没用。奇怪的是，他看起来外表完好，问题似乎出在了眼睛上。一个贤者的医生把他的眼睛取下，然后立即用治疗魔法治好了眼睛，但没想到效果还是没有，即使器官重生了，视力还是没有恢复。他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可能，然后又开始实验。原来他的能力是吸血鬼，而且还是最高级别的真祖，被他咬到的人会直接变成同族，身体能力会突飞猛进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业务已经下车了，广播说现在正在和侵略者战斗。业务在一旁开始观战，看着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，一时半会儿也难分高下。这句话让业务愣住了，原来千家的杀意比他还重，但千家的话也提醒了他，毕竟刚才那个贤者的攻击差点把他们干掉。看着对方在战斗中还在计算损失，情况很快就会波及到我们。业务心里不再犹豫了。这一幕引起了侵略者的注意，他提出如果业务愿意放他一马，他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个忙。得知这位侵略者也是从别的世界来的，业务问他是否也能带他一起过去，但侵略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因为他没法完整的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，就像他无法把业务这种危险的存在带回去，除非有业务原本世界的坐标和巨大的能量，这样他也能把他们俩送回原来的世界。在业务完成了交涉之后，他又转头问千家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还没等千家回答，幽灵谷提出了一个建议。原来在火车上的时候，千家已经把幽灵的存在告诉了业务，从此以后他就能自然看见还有正常时看不见的世界的角落。两位贤者正在开会，听说有贤者被秒杀后，紫苑立刻否定了是密杀魔法。要知道，他知道那位贤者有很高的抗性，他本以为红毛叫他来是因为侵略者的事，没想到居然是因为这么不起眼的小事。他虽然不会对贤者候选人动手，但作为交换，他会帮忙对付侵略者。这时的业务刚把侵略者赶走，在和他交涉结束后，幽灵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那就是让千家要的能自由变形的武器。千家的体内忽然变出了一把刀，这刀能秒杀任何东西，只要他想某人死，那人就会立即死掉，就算是法则或空间，只要他想你死，他也能随手把你干掉。业务根据之前小茹姐给的地图，来到一个像现代城市的酒店，本想把这里当作据点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，没想到你们还活着。千家有点惊讶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同学玉树，应该在训练的。玉树说他们是分开行动，集体训练对他来说效率太低了。后面的双马尾看千家有点不爽，似乎对他抱有很大的敌意。就在千家疑惑的时候，玉树解释说他们都是从普通仆人里挑选的精英亲卫队，简直就是勇者后宫团的标配。看到千家有反应，想到他可能在意业务的感受，本来自己是接受男性的，如果家愿意当他的仆人，那他也勉为其难收下业务。真是小牛踩电绳牛还带闪电，对方到这种动作愣是毫无杀意。千家也搞不懂这到底是从哪来的自言自语，殊不知他所拥有的能力名为支配者，可以将等级比自己低的对象变为奴隶，通过购买大量一级奴隶来战斗。当仆人在战斗中获得胜利后，那些被打败的对象也会变成他的仆人，而且经验值也会不断分给他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人形酒店，他的等级和仆人数量都在不断增加，让千家好好考虑考虑对他的安排。见状，玉树并不着急让他回复，等他想通了，随时可以过来找他。与此同时，城镇的远处，一双侵略者的黑色眼睛正逐渐逼近。身为贤者的吸血鬼靠近了他也无可奈何，每次触到的瞬间就会被风化，就算他的再生速度更快，似乎也完全无法对黑色眼睛造成任何伤害。而黑色眼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另一边的酒店气氛也很沉闷。过去2天半内，业务一直在睡觉，因为业务曾经说过，他使用能力后就会感到疲劳，虽然是有点累，但现在有限制能力的使用。这时一道透明的身影缓缓接近，幽灵也微妙地感到有人暴露敌意，正在窥探他们，但奇怪的是看不见对方和身影。开始千家也有点担心，连忙打电话叫醒业务。在得知事情经过后，难忘一出门就感觉到了什么。虽然走廊空无一人，但要是露出杀意或者敌意，都逃不过他的感觉。这么可爱的双马尾说走就走。当千家出来后，也认出他是玉树后宫团的人。业务表示确实感到了敌意，不过是朝着对方来的。千家算好什么时候离开再说。千家打算收拾行李离开再说。在双马尾去世的那一瞬间，玉树突然收到了消息通知，查看死亡回放时感觉很奇怪，没有显示被攻击的画面。身为暗杀者的双马尾不可能没有防备就暴露后背给敌人，自己认为他可能是擅自行动，打算抓家子让主人高兴，或者认为他不配做主人的仆人想杀掉他。玉树感到有点疑惑，按理说仆人不应该做出对主人不利的事吧？谁知道如果仆人认为对方对主人有利，就可能不按主人的意思行事。玉树觉得双马尾的行动可
可能让千家逃跑，决定派萝莉和御姐抓回千家。但当两人正要逃跑时，玉树派来的御姐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随着魔法的启动，瞬间把人冻住了。如果老实配合，就不会伤害业务。业务一听这话就走了出来，御姐都吓坏了，差点没把自己也冻伤。业务试探了下能否杀掉对方，没想到真的就把他杀了，没想到真的死了。御姐也没隐瞒的表明，她的能力是魔杖使用者，只能用对抗强大魔法的魔法，如果没有魔法就无法使用魔法。她的任务是把千家带回去，而她的同伴已经在你身后。萝莉没想到他们的实力比想象中要强很多，接着让所有人注意，在不伤害千家的前提下给他们点教训。但就在那一瞬间，全部被秒杀。萝莉一看这一幕立刻慌了，萝莉看到这一幕立刻慌了，就连身边的木偶也难免一死。随着身后的开门声，不远处的玉树也感觉到了御姐的死亡。通过监视得到的消息，发现萝莉已经丧失了战意，透露了他们的位置。玉树也得知了业务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杀死对象，这让人难以置信。但是玉树打算把他们引到容易攻击的地方观察，但下一秒千家就发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，密密麻麻的蟑螂简直是密集恐惧症的噩梦。谁知这些蟑螂正是玉树用来监视他们的。虽然业务可以轻松秒杀他们全员，但结果会变成蟑螂雨。这一幕光想想都觉得激得要命。业务也觉得这么多蟑螂也有可能害死人类，个体能力不强，但是如果大量集中进攻，就能轻易让人窒息。玉树眼看他们已经没什么用了，就命令蟑螂把业务给围住，这更是与身为支配者的他为敌的下场。这便是与身为支配者的他为敌的下场。殊不知伴随着杀意浮现那一刻，业务瞬间就感觉到了威胁。要说业务的秒杀能力至今未有失败过，就算不清楚对方在哪，既然他们能感觉到我们，同理我们也能感觉到对方，那么只要顺着感觉就能轻易干掉对方。同时玉树后宫团的奶妈不断对他施展治愈，自己也感觉到自己从支配中被解放出来，所以他也打算继续留在这种状态。殊不知当他出来后，整个场景都变得难以置信，那座大的迷宫和森林统统消失不见，映入眼帘的全是尘埃。当他转身一看，庞大的黑影正向城镇逼近，上空中的铃音似乎自远方传来。正常来说不可能有人能在黑暗中存活下来，铃音觉得这是个利用的最佳时机。就这样，业务两人准备前往王者都，殊不知前方等待他的是接踵而至的灾难，不仅是正在逼近的侵略者，还有被铃音派来消灭业务的不死军团。只要他想谁死，谁就会立即死掉，就算已经死过的死灵，只要他想你就得再死一次。就在刚刚，城市被不死军团占领，城市仿佛置身末日的浩劫之中。原来就在刚刚得知业务有逆天的秒杀能力后，贤者灵音派出了自己的得力手下，将业务所在城镇的一半人都变成了丧尸。之所以留下一半，也是为了找出隐藏在城市中的业务，通过广播利用人们贪生怕死的心理，动员市民抓捕业务和手下，无论生死，只要2个半小时内将他们带到中央广场，那么他们就能活下去，否则丧尸大军便会再次行动。城市的结界也已经被封锁了，现在想逃跑已经不可能了。大街上的人都在找业务和瑜伽，千家有点困惑，怎么突然就被人追杀了呢？业务想了想说，可能是因为之前杀了贤者吧，所以说随便杀人虽爽，但也是有麻烦的。业务的身影刚被发现，虽然不想随便杀人，但业务警告他们不要靠近，靠近就是死路一条，谁会把他的话当回事呢？离开这里就这么简单又粗暴。刚说完随便杀人会有麻烦，瞬间就干掉了一个。业务淡定地说，对自己有杀意的人不在此列，想干人就得做好被干的准备，即使对方是普通人，但他们不会随便对普通人动手，才会大摇大摆地把他们引过来。这点让业务也有点生气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业务决定直接去广场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红毛第一反应是业务来自首了，他以为业务是为了镇上居民自愿牺牲，谁知业务其实是来让他打开封锁的结界，好让自己也能坐火车去王都。这让红毛暴怒，他觉得业务在羞辱自己，毕竟他们现在被包围无力反抗，根本没资格提要求。业务仔细一想觉得有道理，谈判要有能交换的筹码，那就用你的生命作为交换筹码吧。红毛一时无语，觉得业务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。林英之所以派他来，是因为他的不死军团都是已死的死灵，他不信业务还能杀死他们，随即命令不死军团将业务干掉。刚才还笑得很开心，现在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回过神来时已是遍地尸体。红毛不理解死灵还能再死，但业务的回答很简单，只要还能动就表示还没死透，怎么算死由我来决定。这时红毛也终于明白自己被林英利用了，明知道还让他来送死，
下一秒恼羞成怒的他也不管宣气21了，他决定发挥自己全盛时期的战力，对业务动手。见状，一旁的市长立马举手投降，连忙撇清关系，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，只是被迫在贤者林荫的手下做事，但对这个名字业务和千家都不认识。就在两人想打听更多时，业务突然感受到了附近的杀意，有人正朝他们的位置过来，这次不是丧尸，而是活着的市民。这瞬间市长就想到了是精神控制的问题，而这一切都是贤者林荫的命令。市长疑惑问道：贤者的名字不是叫紫苑吗？市长表示他们定位都是贤者，不过这座城市附近是由林荫所掌控，而自己是他的侍从，暂时掌管这一带。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可以靠城市的结界来防御。然而他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，试了之后才发现完全没有作用。这种情况他也只能联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贤者林荫在操控结界。与此同时，红毛开始有点担心，毕竟自己的前往人就是被业务一网打尽的。然而不想林荫完全不在意，好奇业务在红毛心中是何等程度的威胁。红毛认为以他目前的能力，恐怕高于贤者甚至是神话生物，与他为敌不是明智的选择。这番话让林荫认真思考了一下，他清楚红毛明知道自己的实力，仍然发自内心的担心，也就是说业务的实力比想象中的还要厉害。不过他也想到了对策，只要不让业务感受到杀意就行了，继续控制人类攻击业务。突然一旁的市民直接冲向业务，看到这一幕，业务丝毫没有圣母的想法，只要有人攻击他就会直接反击。与此同时，千家也开始疑惑，这次没办法直接一网打尽对方，业务解释情况不太一样，想要追溯源头必须要有线索才行，之前是通过方的奴仆连过去才解决了本尊。业务隐约感觉到对方似乎在试探他的底线，以前也是这么做的，就是想测测他的能力，不停派人来做各种实验，他只需动动手指就能瞬间解决对方。但看着人们在自己眼前死去，身为市长的他似乎也很难过。这样重复了不知多少次，业务还没感到疲惫，但林荫已经撑不住了，想到这样下去不行，他决定采取更深入的尝试，那就是在不显露杀意的情况下，对业务所在的整个城镇进行攻击。为了防患未然，他动用了自己的分身，作为最高阶的存在，他不仅能通过血液重生，同样也能造出大量分身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觉得不够保险，业务可能还是会察觉到杀意，所以他抹去了分身对业务的所有记忆。同时之前说的大范围攻击，他也做了些修改，让分身控制业务所在的城镇自爆。在那一瞬间，业务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杀意。与此同时，侵入者也准备进入城市，这也是林荫的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些怪物时不时就会出现，纵然是林荫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，他们接触的任何物体瞬间化为尘埃。林荫之前已经尝试过各种方法，虽然他的再生速度更快，但他也没有办法消灭侵入者。如果业务能解决他就再好不过了。随着侵入者来到城市中央，千家感到震惊，因为侵入者所到之处都变成了沙尘。林荫也命令人发动攻击，一旦侵入者出现就立刻攻击城市。这些攻击者没有对业务的记忆，所以不会有杀意。对业务来说，这些只是小事一桩。面对眼前庞大的侵入者，千家原本以为业务无法对付这种不知所措的存在，但他完全想错了。如果业务愿意，连宇宙都能被他直接抹除。在攻击发动后，同时伴随着侵入者的消失，天空中突然出现无数红色闪光进行轰炸，以黑间的杀意为掩护。无差别攻击从一开始就是测试自己能力的那家伙安排的，那就是市长提到的林荫。这种情形他原本的世界也经历过，面对这种攻击业务也无能为力，毕竟那些东西在天上飞也不知道。这时千家定睛一看，才发现眼前红光的真面目，原来是一群穿着红色洋装的女人从天而降。意识到这是林荫的攻击后，但业务也很无奈，所以感受不到杀意的他也无法自动反应。而如果女人主动发动秒杀的话，由于速度太快，还没等他反应，对方就已经自我解体了。如果林荫能直接过来就好了。他直接打开了一个地投影，开始全视角看整座城市。他发现看似无差别的攻击其实不会重复攻击同一个目标，也就是说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下一个攻击点，抓住这个规律就能清楚看清对方的模样。根据他的推测，下一个地点就是旁边的空地。身为市长的他，只要想就可以进行瞬间移动。听到市长愿意帮忙，业务顿时就有了一个计策，主动到对方预判的地点承受攻击。在形成了人为的杀意的同时，他的秒杀也会自动反击。话音落地的同时，正好林荫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，他不仅感觉到自己造的分身全部死了，连其他次元的本体也是，但他也只能想到这种可能。随即他便感觉到自己眼前一黑，随后整个人也逐渐消失不见。就这样，业务拯救了处于水深火热的城市。得知大家都安全了，他们决定前往王者之都，还送了一辆装甲车给他们。特别是在原生灵实验同学中，有人利用机器程序一直在观察业务的动态，怎么可能？与此同时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两个人从昏迷中慢慢坐起来。正当他好奇这是什么地方时，手中的水晶球发出了亮光，随即出现了
了一个女人的投影，没错，这个人就是林英。原来他还准备了后手，当你看到我这封信，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他跟安还说真相，其实他是他的复制人，只是没继承任何记忆。他和他完全不是一个人。男人从小就有秒杀一切的本领，他想让谁消失谁就必须消失，不管是传说中的神龙，还是至高无上的神明，再牛的也挡不住他的一句话。道天看着2条飞龙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叶雾也没想到自己只是路过个峡谷，就莫名其妙遭到一对飞龙的袭击。但他一看去，更多的问题出现了。不过他一点也不慌，眼看对方二话不说就喷火，这还没完，等叶雾回过头时，发现来的是更大的家伙，给他的感觉像是黄金雷神龙。就在汉家以为叶雾要干掉他的时候，没想到这种伟大的存在突然来了变化。就在事情变得有些糟糕的时候，好在这时叶雾及时制止了他。既然能交流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再告诉他不停下来就和其他龙一样没好下场后，画面一变，叶雾眼前突然多了一位异人。这是这个世界特有的情节，对方的魔物可以变成人形。叶雾已经见怪不怪了，问了才知道对方之所以袭击，是为了测试他们是否有见剑圣大人的资格。可问题是剑圣到底是什么玩意？这话让蓝毛瞬间就脑洞大开，得知叶雾真的是偶然路过。他解释说剑圣大人就在这座峡谷，剑圣有授予别人能力的力量。听这个，叶雾和千家几乎想立刻转身离开，毕竟他们是系统绝缘体，所以才会在穿越后被抛弃，然后结伴探索这个新世界。况且听说这系统本就是个陷阱，但一听到剑圣能匹敌贤者，这才让叶雾产生了兴趣。如果是真的，说不定能帮他们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听到叶雾有这意思，蓝毛毫不犹豫地准备上车，表示如果叶雾2人愿意去见剑圣，他会尽力帮助。就这样，在蓝毛的带领下，他们很快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广场。原来这场混乱是叶雾他们闹的，叶雾一到就引起了热议。他们没想到开车过来也算数，有人就说叶雾失去资格了，然后有人站出来为叶雾辩护。这人是剑圣，他说到达方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面的试炼。发现人都到齐了，他宣布可以开始自相残杀，如果分钟内人数没减半，就都失去资格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只能告诉叶雾这事麻烦，表明自己是新手不参加。叶雾觉得剑圣有点看不透，如果有人逃跑，也直接失去资格，让大家赶紧动手。今天真是巧，今天真不巧，是圣王骑士选拔的日子。叶雾还不知道这个称号意味什么，他本来没打算参加，即使不想参与混乱，也难免被波及。叶雾打算先解决几个人，没想到有个蓝毛来帮忙，但人家不是出于好心，他认为这次试炼不该杀人。剑圣的真意是看清他们本性，来看他们是否符合圣王骑士的行为。这场试炼真是深意远大，这理解真是顶级。当然这期间也有意外发生，黄毛没注意到的敌人被叶雾悄悄解决。对这奇怪的现象，黄毛还以为是剑圣出手了，因为要惩罚不守武德的人。这时候有求救声响起，紫毛被砍成2半，千家捡起地上的心脏，然后放在他手里。虽然理解，但千家还是吓了一跳。紫毛拿到石头的瞬间，他的身体马上恢复原状。千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剑圣叫大家停手，换个地方。原来到此时已经死伤无数。看到业务没参与的表情，蓝毛马上请业务参加试炼，他愿意成为业务的侍从。业务答应了，当然不是因为后者，反正来都来了，他对圣骑士也挺感兴趣，就跟着刚家2兄弟一起行动，问圣王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看业务真不知道，黄毛也没隐瞒，原来现在的世界之所以和平，是因为多年前圣王亲手封印了魔神，但魔神的眷属为了复苏主人，在各地暗中捣乱，圣骑士也是为了对付他们，主要是对抗魔神的眷属。千家问那紫毛刚才的石头是什么，一问之下，紫毛说那是道歉石，需要对他道歉，可以瞬间治愈重伤，每颗还能抽奖1次。原来这就像他穿越后得到的系统。奥英从小运气不好，遇到很多困难，在一次神秘集团的活动中，就在濒死之际，女神突然出现，给了他道歉石，3颗可以抽1次奖，3颗石头可以抽1次奖，30颗可以连抽10次。紫毛打算展示抽奖系统，希望能抽到好东西，但每到0点会根据他的霉运程度得到新的道歉石。世间真是无奇不有。这时他们到了目的地，千家还没来得及看清楚，守护灵忽然让他快跑，原来这里有很强的瘴气。紫毛突然吐了起来，守护灵说是瘴气影响，千家没事是有护身符，黄毛靠自身抗性抵抗瘴气，幸好紫毛有办法，立刻用道歉石恢复了。业务则毫发无损，竟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还一副心虚的样子，真是巧合。守护灵发现瘴气突然消失了，听到前面剑圣的召唤，赶紧过去。他决定把这些困惑暂放一边，乘坐上电梯后，很快他们就到了塔底，让大家都下来看看。剑圣说这里是封印圣地和魔神的地方，面前的人就是本尊了，魔神是杀不死的，所以圣王亲自封印了他，时间就停留在那一刻了。这时候有个聪明人跳出来说直接干掉魔神不就得了，下一秒他就用魔法尝试对封印工具，但没想到真的出了意外，
他的魔法到结界那儿就慢得像龟爬，到了表层就不行了。剑圣看他就像看傻子，原来封住魔神的结界时间流得特别慢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碰到魔神。他宣布圣骑士选拔正式开始，大家必须在24小时内从这塔底走到6楼，当然得先排除跳楼的念头，因为必须在塔内赚够足够的分数。还要说的是，还有几名特别的参与者，他们也会和大家一起竞争，但那不是最关键的。让千家关心的是业务能不能杀死魔神。当他问起时，没想到业务又露出那副心虚的样子，跟瘴气消失时一样，这真让人想不到。有一天因为业务的技能就原地复活了，但也别不服气，对他有杀意的人都没办法。不管你是装备神级的传说魔法师，还是可爱的软萌妹子，业务对待大家都一视同仁。其实不久前，业务无意中被卷入了选拔剑圣的试炼，本来他只是想看看热闹，结果周围的杀意不小心触发了他的被动技能，这就导致封印中的魔神受到波及，直接被业务一个念头干掉了。他感觉自己好像闯了大祸。业务带着千家准备离开这里，说来也是多亏了那些打头阵的人。业务一路上的怪物和陷阱都已清理干净，但可惜紫毛运气太差，他几乎被陷阱害死。不过这都是小事，反正他的宝石还多，他就能无限复活。轻行家建议他不要一直拿着宝石，你别说，这还真是个好办法。紫毛马上就把宝石绑在手上，这么一来他就再也不怕死了。等业务他们闯进房间，他们看到站在里面的竟然是前圣王骑士元毛，地上躺着的全是他的对手。经过黄毛的质问，大家才知道元毛因为罪过太重被剥夺了骑士资格，这次他是来重新挑战的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黄毛本想快点结束战斗，但现在场上布满了天罗地网，他们根本没法挑战。无奈之下，黄毛只能全力抵挡元毛的进攻。这场激烈的战斗让千家都有些震惊。当大家来到高塔的98层，发现这里是个安全区，可以休息。讨论片刻后，他们决定各奔东西，等送走黄毛和另一位。但他们发现只有一间空房子，看着那张唯一的大床，千家提醒业务要注意，毕竟他的守护灵就在旁边。但千家还没说完，业务已经换好衣服躺下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千家心情复杂。同时紫毛在另一边继续他的冒险，他一共回来了5次。终于等到系统的20周年纪念活动，紫毛打开邮件，发现系统送了他1次10连抽的机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第二天千家醒来，发现守护灵不见了。原来守护灵看到他们睡得很香，为了不打扰，守护灵想去隔壁房间，半路被吸力吸住了。原来这座塔在聚集死者的灵魂，守护灵也受到了影响。业务被吵醒，他揉了揉眼睛，直接找吸力源头，很快就找到了，然后解除了对灵魂的吸引力。通过这点，业务发现了这里的奇怪之处，猜测这里可能还有其他目的，这让千家更加小心，因为接下来可能要大开戒了。而业务猜的也不错，剑圣监视魔神的封印，剑圣举办这场试炼扣神的封印，选拔圣王也是其中一个目的，更多的还是想通过高塔吸取参与者的灵魂，来为封印魔神的劫补充魔力。而叶这边也带着精英一路欲秒闻各种陷阱，很快就来到了第50层，遇到了一位在世界间穿梭的强大穿越者，一大早就迎来了一位素质客。在得知蓝毛是来招募自己去做贤者的之后，黄毛直接就习惯出触手对蓝毛发动了攻击，然而蓝毛很轻松就将其给化解了。这让黄毛当然不服，直接一个气功波朝蓝毛射了过去。然而蓝毛只用一模一样的袭式给黄毛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自告奋勇。就在黄毛一脸惊讶时，蓝毛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身后，然后一刀截破黄毛的脖子。不等蓝毛缓过气，上级就给他派发了新的刺杀任务，而目标正是业务和千家。就在蓝毛准备出发时，之前被业务放走的小胖突然跑过来，原来他被业务放逐到魔森之后就被黄毛收为部下，现在黄毛被干掉了，他一个回复术留在原地也是等死，所以希望蓝毛能收他为徒人带走，而蓝毛也无奈地答应了下来。很快两人就来到了试炼之地的深处，遇到了守在这里的黄金巨龙。面对巨龙的扑杀，蓝毛显得十分淡定。看到这一幕，小胖子简直害怕到不行，毕竟他对蓝毛的能力根本一无所知。原来蓝毛的能力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事物，不过面对巨龙这种肉体大的生物，他也良能的进行肉搏战，而还不等的力拔出，下一秒金龙的脑袋就被人一刀两断。而出手之人是一种名为侵略者刺螭的生物。等刺螭将龙脑中的宝贝收集完毕，他直接就打开结界前往高塔。看到这一幕，蓝毛自然也好奇地走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业务两人还在悠闲地闯关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。男人自称是这座塔的设计者，他绞尽脑汁想出的机关一路被业务视若无睹，他这个设计者当然不能坐视不管。业务不想让此行白来一趟，于是他直接将自己放了出去。可这自毛志挑唆作死，
还怀疑业务是魔神派来搞破坏的。见业务也赖着数和度废话，随后快速的业务两人进了竞技场，中心有2个校客正搏斗的生死相拼，其中粉毛兔耳娘是坐王座上装插手下，他的对手是3个隐藏身份的半魔人。眼看2个正激烈战斗，赶忙的业务定和他们商量下，让自己先过去。这下装插可不高兴了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帅哥，既然业务想找死，来一场没的决斗吧。听到这话，千家显得有些谱。他现在严重怀疑业务的能力，自毛也显得忧心忡忡，因为那粉回是这群人中最厉害的。装叉这时已经开始安排业务他们的场，女孩子留下，男的直接杀了就行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见这男的直接傻了，业务也不搭理他。反应过来的男的刚要发作，就被业务直接用能力秒了。回头业务准备开干，这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只是用魔眼查了业务一眼，下一秒全身抽筋，正受不了的恶心，因为她发现业务的前世是被虚无笼罩的，活婉婉是个不明物体，套了人类的皮。原来炫刚刚一个自毛请求业务帮他找回失散的妹妹，虽然业务平时不爱帮忙，但无奈他最近想死的心都有，再加上自毛长得还挺好看的，他就答应了这个请求。根据自毛提供的线索，几人本来想去地下室看看情况，谁知剑圣已经在1楼等了好久。眼看此时的人数不足7个，剑圣刚想宣布试炼结果，不料下一秒外头传来剧烈响动，随着一道光闪过，原本的高塔瞬间消失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那翅膀魔神眷属。眼看敌人来袭，剑圣连话命令大家得守住魔神的封印。面对这种意外的情况，业务决定先下地下室，他得小心点出手，不然可能会引起剑圣注意。先不管这些，省心省力，不顾其他人偷偷溜走的业务，他们屌人一出手就干掉了一个圣王骑士。他威胁剑圣说出解封的方法，不然就把这些人类统统杀光。看着屌人这么张狂，一个擅长引分身的刺客直接冲了上去，屌人随手挥了挥，刺客二话不说就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魔法师乔毛也不手软了，马上施展了自己最强的魔法。看到敌人还有同伙，剑圣感觉不太妙，没等那矮子把话说完，乔毛抓住机会偷袭了过去，但他的攻击完全没起作用，还因此失去了一只胳膊。不理会乔毛惊恐的样子，矮子拿起手中的点心就咬了一口，这一幕差点吓坏了那女孩。还好这时黄毛勇敢出手，暂时把敌人逼退了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正好这时紫毛的系统提示他可以试试手气，紫毛决定豁出去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魔神的眷属都不是问题。灾神慢慢走向前，接着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，2个眷属不仅跪地祭拜女神，其中一个矮子甚至直接扑了上去。同时业务他们终于到达地下室，谁知一推门，自毛就看到了一幕犹如人间地狱的景象。业务让女主先在外面等着，然后朝着满是尸体的地下室看去，里面全是被吸干了力量的半魔族。好在这些人当中有自毛的妹妹，出于人道主义，自毛帮助他的同胞们上了路，但妹妹的线索却断了。业务问自毛接下来想做什么，业务又问自毛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那当然是让剑圣这个罪魁祸首血债血偿。同时战场上也是火药味十足，把黄毛安排成下一任剑圣，没啥特别的理由，就是因为黄毛看起来最接地气。不过稻粮还是挺稳的，剑圣那老头子可还没挂呢，他决定用积攒在塔里的力量豁出去一次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紫毛也是豁出去了，他决定和女神周旋拖延时间。女神对待他最得力的助手也挺大方的，毕竟2人交情也不浅了。要是紫毛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他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原来几年前灾神和魔神是合作伙伴，有一天魔神突然消失了，灾神是为了找他，向许多世界派遣了使者，最后发现魔神被封印在了这里。可这剑圣这老家伙总是阻碍他复活爱人，灾神就想着利用紫毛这个透着搞事气息的家伙送过去，说不定能出奇制胜。没想到事情真的进展得挺顺利，要知道刚刚解封的那个结界的创作者还在这里，转头一看他就挂了，唯一对灾神还有威胁的刺客也不见了。不得不说这全靠紫毛的好运加持，很快人类就要灭亡了，反正都得死。灾神决定让大家见证下爱人复活的那一瞬再死，然后他拿出了结界的核心，魔神就能复活了。看着此刻已经能浮在河上的魔神，场上的众人都傻眼了，只有这时候的业务默默在心里说了声对不起。然而这时候的自毛根本不在乎那些，他抓住机会冲上去就是一刀。谁能想到剑圣走得那么安详，女神那边也碰到麻烦了，趁地震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一直躲在旁边的刺青一爪子就穿过了他。但随着情报的收集，刺青发现自己好像认错人了，于是他果断扔掉手中的垃圾飞走了。这几次的打击彻底击垮了灾神，他要让全人类陪他去的爱人一起葬。下一秒无数魔物突然出现在天空中，看到这一幕，圣王师梅立刻展开结界，保护住黄毛和自己，让业务把2个兄弟拉进些。这事儿得说说，自毛真的觉得让灾神这么疯狂好吗？业务也没辙，看到灾神这样，毕竟也有点想动手。这时候蓝毛终于来到了战场，他先问黄毛业务的情况，说这不是闲聊的时候。蓝毛决定先解决这场混乱，然后他用魔眼扫了一眼场上，发现黄毛手里的圣剑能结束女神的
命。黄毛不再犹豫，直接一刀送走了那个痴情的女神。这下蓝毛终于有时间处理正事了。经过胖子的提醒，业务他们终于露面了。不过一看吓一跳，蓝毛差点没把晚饭吐出来。知道这些都是业务的老同学后，蓝毛说他来就是为了送人。等到尘埃落定后，圣王对业务表示感谢。他知道业务是幕后英雄，业务也不装了，说要带着主人去王都。正好大家都有事要去那边，自毛也决定跟着一起。谁知道那个实验员，那个号称终结者的试验体，竟然今天逃出了实验室，还是从血门走的。因为没人给开门，不开就随机送死。这场景吓得大家魂飞魄散，这时他们才意识到，他们的布控对男主来说弱爆了。本以为得被看到才死，现在知道只要男主想，看不看到都一样。为啥那实验体突然想逃了？被关在研究所地下室，本来是为了保全人类，官方还养他大的，甚至找了个好心的老师教他。女教师没想到自己签了份合同，合同内容是自己得承担一切，以为关的是危险的东西，谁知是男主小时候。起初老师意识到男主那恐怖的秒杀能力后，他吓得马上向上级申请辞职，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太诱人，老师无奈地接下了这份守护全人类的巨大责任。然而随着两人相处时间的增长，老师渐渐发现男主其实并不可怕，他其实真的只是个单纯的小孩子。就在老师以为这样平静的生活能持续很久时，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。那天他终于得到了1天的休假，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休假的幸福，一个反派组织突然把他绑架了。男主一听老师不见了就暴走了，研究员这才意识到这是个误会，告诉老师是被一个世界级的组织绑架了。男主二话不说就决定自己来解决，但前提是要对刚才发生的事保密。男主真没开玩笑，他就这样单枪匹马闯入了敌方总部，对那里的人来说简直是噩梦，他们什么手段对男主都没用。开始是3个杀手还试图反击，其实他们早就听说过男主的秒杀传闻，不是说只要被他看到就会死吗？他们以为只要不被男主看到就安全了，在对方反应过来前就能击毙男主，谁知道男主根本没看他们，3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了。这时他们才意识到，原来单是抱有杀意也能被男主秒杀，但他们很聪明，把男主想救的人当成了人质，只要男主敢向前一步就威胁要杀人质。就在他们这么打算的时候，这让老师也是一头雾水。出来后看到基地一片狼藉，老师都不敢相信这是男主做的。事后研究人员让老师继续留在这份工作，虽然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他也没打算辞职，毕竟男主的能力实在太逆天，如果放任不管，世界可能真的会毁灭，所以他决定尽自己所能改变男主。这也正是男主小时候的经历。就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，正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，他们终于要和当初刚来这个世界时遇到的同学会面了。门口的守卫一下就拦住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开的车看起来像不死军团的。男主解释说这车是港防城市长送的，但是守卫就是不信，直到男主掏出了一个项链，没想到下一秒守卫们全都跪了，原来这是黄毛临走前给的，说有危难就让他拿出来。男主之前没想到这东西还有这么神奇的用处，守卫正要带他进去，这时大卫被一个黄毛挡住了，只是有圣骑士的身份而已，并不能这样无法无天。其实颜色早就说明了一切，2个黄毛都是同一个家族的，既然男主是圣骑士，那就证明他的剑术很厉害。黄毛想和男主决斗，如果连剑客都不如的他败了，那就说明男主不可能是圣王骑士，毕竟男主一出手就是致命的。就在这时，守护灵看出这个男人其实挺弱的，就换成汉家成为黄毛的对手，当然不是闹着玩的，而是作为武术世家的传人。就技术方面来说，表面上看他在证明自己，其实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故意藏起了左脚不让黄毛看见，同时慢慢移动，缩短了和对方的距离，甚至故意晃动的剑法都有深意。表面上看是随意晃动，实际上他在向对方不断逼近，这样对方就会误判距离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周围人突然发出雷鸟般的欢呼声，女主的绝技成功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痛苦的男人。这样一来，胜负已经明了，男主就这样顺利的进入了城内。没想到带路的竟是黄毛，原来经过一场战斗后，他不仅没有怨恨汉家，反而对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。得知汉家旁边为何有这么多全副武装的人，他直言这些人其实是探险者，是挑战魔界的战士。原来在这座王城地下也封印着魔神，眷属们一直都在试图救他出来。当然这里魔神比魔神，原来异世界的魔神不良是个大名鼎鼎的角色，在这里面值不了几个钱。正这时男主让黄毛带路就好，因为他和千家有话要说，马上就要见到以前的同学了，他得想办法证明他们不是那种逃跑的懦夫。没多久，男主终于和同学们见面了，没想到约刚就在这时候撞上了突发事件。原来他们的同学也刚好到这儿，王都的国王正在招待这些贤者候选人，告诉他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。国王那居高临下的态度让黄毛很不爽，你得知道他不是普通国民，他凭什么得听国王的命令？国王只是笑了笑，这男人怎么也没料到，从异世界得到的系统还能反映出自己的本性，他能力大到可以时间暂停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基友一个能透视，另一个巧得很，
能长触手。按理说有这种能力的人在哪都能为所欲为，所以才得知异世界的国王要他们一开始就去打败魔神。拥有石庭能力的梁毛立刻不爽了，为什么他得听别人的命令？他突然站起来，一剑就出。尽管梁毛及时用了石庭，但对国王根本没用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同学们都想不通，无敌的梁毛怎么会败得这么惨？这时国王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他说目标还是那个，根据剧本和贤者缔契约，要是大家可以打败地底的魔神，那就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贤者，做不到就得死。期限1个月，他还劝大家别想反抗。原来王族天生就能无视这些系统的力量，也正因为这样，等国王走后，梁毛的伤就能用治疗术治好。国王留下这话后就潇洒地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这时大家才发现身后多了2个人，出现的是本该死的业务和瑜伽。瞬间大家的表情都变得玩味起来，因为刚来异世界的时候，他们明明把没能获得系统的几个人抛弃了，当时他们被当做了巨龙的诱饵。正当班长要开始询问经过的时候，都没想到这是一种突然的情况竟站了出来。班长本来想拒绝，但仓皇的决定没得商量，他伸出手说想和解，但能不能真和好还两说。这突然的举动让他们俩傻眼，想想刚来这世界时明明是班长带队的，现在权力明显被苍空抢走了。业务和红定悄悄混了进来，他想在这里找到贤者紫苑，毕竟是紫苑把他们召到异世界的，显然紫苑也知道怎么回去。要是选择和同学们一起，信不信不久就能见到紫苑。这是他和老同学聊天的时候，秀百二突然找他说话，深井也表示想谈谈。原来他一直是负责监视的人，业务的能力太强，他不敢靠近也不敢直视。说完突然摘下了自己的眼镜，准确的说是超高科技的透视眼镜，但来到这里后失去了能力，这意味着业务也没用出全力，留下这话深井就走了。他刚走，牙家和插带人找到业务，原来他们也像深井一样，是从地球开始就监视业务的。他们不敢直说，是怕业务一怒之下秒杀他们，但来到这危险的新世界，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在这种危险的地方，他们希望能和业务合作。原来黄毛教练他是机关出身，现在跪在地上的是研究所的人，深井是教团出身的，他们一直在密切监视业务的行动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。业务对此也不太在意，他借机打听一下现在地球的情况，才知道苍空成了新队长，是因为他的系统。原来他的能力很强，他的誓约技能能禁止同学间用恩赐互相伤害。班长无法让大家团结，但他的誓约可以做到，违反的话就会死。业务也同意了联想达成合作的提议，接着班上的人分头行动，他们很快就到达了王者都的底部，那里正是魔神所在的地方。每个小队都有来自圣族的领路人带路，而有系统加持的他们简直就像在乱杀，普通的小兵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千家虽然没有系统，但作为武术世家的传人，他的体术对付普通魔物也很有一套。而业务则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力量，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通过能看到杀意的能力，他只要在躲避的同时调整剑尖方向，对方就会不小心将自己杀死。就在业务向魔神进军的时候，正北11个自毛也走了狗屎运。原来贤者灵音在世时变化了很多人为他的吸血鬼眷属，根据规则，灵音死后，这些眷属如果互相残杀到只剩一个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真祖吸血鬼的继承人。自毛很幸运是倒数第2个，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被他面前的女人杀死了，但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，那女人突然就死了。一瞬间，大量的记忆涌入了自毛的脑海，他就这样幸运的成了真祖吸血鬼的继承人。按照记忆中的位置，他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地方。对方看起来天真可爱，但一看到他就感受到了来自血统上的压迫。没错，这就是贤者灵音留下的本体。就在自毛试图保持冷静的时候，此时小胖和魔神的眷属到达了一个酒馆。原来他和业务分开后，不幸被魔神阿鲁巴加路马的眷属抓到，对方的名字是鲁特。在将业务拥有秒杀能力的事情告诉对方后，鲁特也准备报仇，当然他不是无脑的去送死。原来魔神还有一个妹妹，比他本人还要强，他就被封印在王都地底。而小胖对业务了解最多，因此被他拉来当苦力。知道小胖喜欢女生后，为了提高好感度，他就变装成了伪娘，然后和小胖一起来到了王都的酒馆。自古以来，这里都是打听情报的好地方。他们还不清楚魔面的具体位置，但他们也不希望在酒馆里发生什么意外。突然有个人走到他们桌旁，直接问他们是不是贤者的候选人。没错，他们正是刚开始冒险的新手。就在眼镜男想用透视能力一探究竟时，系统突然提示对同学使用能力会违反规则。就在那女人放松警惕的瞬间，那女人也是跟业务和毛家一样没拿到系统的4人之一，直到她死后都没发觉。叶山麒麒麟香，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人造人，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人造人。如果在30分钟内不补充能量，他就会真的死。旁边的护龙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就在生死关头，
他为了复仇，林香强忍恶心补充了能量，终于觉醒了自己真正的力量。正因如此，才发生了现在这一幕。自毛就这样被直接干掉了。他表示从今以后每天都要杀一个人，他还让另外2个人把这件事传给班上的同学。说完这些话后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很快，这个地方也迎来了小胖和鲁克。没想到这时贤者紫苑古志找上了他们，目的是为了清算业务的账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他发现了葵的位置，看到葵因为业务已经失去理智，他才找到最熟悉业务的小胖。虽然有些意外，但无法胜过的小胖只好老实交代。没想到刚说完业务的情况，下一秒紫苑就把手指向了他，但紫苑并没有进一步动手，反而直接告诉了他们魔界入口的位置。莫名其妙的小胖竟然逃过一劫。面对这样喜怒无常的紫苑，在小胖看来，鲁特也老了不少，不知不觉中1个月的期限也快到了。但业务他们才刚到达魔界的第6层，魔神实际上在第7层。当务之急是时间紧迫，因此他们6人主动找上了紫苑。原来他试图用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然后分析出了紫苑的位置。紫苑也有些意外，眼镜男来是为了请求延长期限。紫苑本来想拒绝，但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同意了延长期限的请求之后，你们得赶紧把业务处理掉。这男人有秒杀一切的本领，不管是什么生物，只要惹到业务，结局无非是个死字，就连负责生死的焰神也不例外。至于逃跑那更是别想了，就算开飞机，业务也是照杀无误。可就是这样厉害的业务，业务的同学和贤者里面有人勾结，想要杀掉业务，但在此之前，业务的同学们就已经被追杀了。追杀他们的正是和业务一起被抛弃在大巴上的林香，对同学出手正是因为复仇。原来就在刚才，林香还在为找不到人而发愁。话音刚落，但很快他就躲过了其他石块。原来自从他吞下龙肉后，就获得了龙族感应系统，这样他就轻松锁定了狙击者的精确坐标。下一秒他就长出龙翼，直捣黄龙。一瞬间长出龙翼，直捣黄龙。谁知道是其中一位同学主动送上门来，没想到正是其中一位同学主动送上门来，不干掉林香根本睡不着。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，林香用一招就轻松击败了同学。可同学显然不服，毕竟他正受到王族血脉的压制，无法发挥全力。于是林香决定暂时放过这个同学，打算先去干掉国王，等解除了同学的封印之后，再让他心甘情愿的死去。随后林香直接赶到王宫，找到了正准备和王妃睡觉的国王。国王也没想到会有人这么大胆，当场就要动手打林香。但吞食了巨龙之后的林香不仅防御超强，还攻击力惊人，反手就一招把国王干掉了。林香也没想到国王这么不堪一击，确认过目标就是国王之后，林香直接去了医院，找到了正在治疗的同学，并表示既然手已经接好了，他不介意再把它断一次。当听说林香已经调国王并解除了封印后，同学果断向林香发起了攻击。第二天，班长也开始策划针对业务的暗杀计划。业务和千家准备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一把狙击枪突然瞄准了业务。原来就在2分半前，暗鹰杀工会的黑日暗鹰庭院首领接到了任务，他被指派去暗杀业务。从任务书上，他了解到业务有超强的秒杀能力，本来是想用这机会做实验的，看他迟迟不开枪，身后的少女果断按了遥控器。没想到就在产生杀意的一瞬间，子弹还没出枪膛，狙击手就被秒了。紧接着本打算不对千家出手的，却因为感应到杀意的业务及时护住了千家，而旁边的老头就无辜中枪了。不过他没想到的是，业务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的位置，表示要过去找他。小老弟直接开飞机准备逃跑，然而刚升空就被业务秒了发动机。面对业务的提问，小老弟瞬间汗流浃背。看到小老弟停止逃跑，业务猜到他知道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才试图放弃。可小老弟一脸心虚的等着，他本打算拖延时间找机会干掉业务，却没想到更让他不敢相信的事发生了。这时守护灵带着2个固灵体过来了，原来小老弟是想用这些灵体偷袭业务，可惜被幽灵提前发现了。不仅位于青灵办公室的青灵也遭了毒手，小老弟立马召唤出魔狼芬比尔攻击业务，可哪怕有神兽助阵，他也挡不住业务的一击。不死心的他又召唤出真者毒安王，这是个有着魔神力量的女王，能给地上万物带来安宁的存在。但即使如此，业务也毫不犹豫的出手，这下小老弟彻底震惊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位少女为保护主人向业务发起了攻击，不知为何这次攻击没触发秒杀能力。危急时刻，千家及时接住了飞刀救了业务。原来这少女竟是个机器人，她的原型是业务小时候的青梅竹马，所以业务看到她才会如此震惊。而小老弟的能力是搬运原本世界的物体，所以他能有无人机和直升机这些现代装备。要是他还活着，想要造出多个复制品机器人也可以，所以唯一的结局也只有死这一条路。处理完这一切后，业务立刻发动能力干掉了小老弟。回到旅馆之后，业务向千家讲解了机器少女的背景，其原型是业务儿时的好友，那机器人是以他的青梅竹马为原型制造的。小老弟似乎是为了夺取生命才制造出来的，但如果可能，还是希望他能永远安息。千家听了也有点伤感，但注意到业务语气里的别扭，
问千家是不是误会了什么。那个原型其实还活着，他现在可能正躺在床上吃薯片。千家一听这话，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。知道对方还活着就安心了，如果他死了还被人利用，那就太可恶了。同时，小胖和可鲁特在地下城遇到了魔神的妹妹玛娜。玛娜是跟着可鲁特身上哥哥的气味来的。魔神妹妹是个逆天的角色，光是想象就能生出和哥哥的孩子无数。鲁特此时把封印魔神的钥匙交给了小胖，告诉他有了这个他就是魔神的代理人，这样魔神妹妹就不会杀小胖了。他之所以把钥匙交给小胖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命不久矣。小胖无话可说，没想到爱情来得这么突然，走的也这么突然。之后他们找到了魔神妹妹的本体，鲁特把魔神死掉的事告诉了他，魔神妹妹却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虽然她痴迷哥哥，但也没傻到以为哥哥不会死。不过在为哥哥报仇之前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然后鲁特的双手出现在魔神妹妹手上，因为这双手接触过混长，也沾染了混长的因子，可以用作混长再生的触媒。接下来他还需要鲁特的大脑，因为大脑应该还保留着混长的记忆。魔神妹妹威胁小胖，如果不想让鲁特死，就用钥匙开启印章，将钥匙放在了锁孔上。就这样，在林香和业务的共同努力下，同学们的人数很快增加到了78个人。放松的人为了尽快离开这里，开始加速清理起了地下城。在这些人的努力下，轻松攻克了第6层，离魔妹所在的第7层只差1层了。大家决定把这里当做据点，先在这儿休整一下。晚上，业务一个人出去散步的时候，黄毛好像中邪了似的，就从他面前走过。三三本来以为他是喝多了，但看他往悬崖边走，业务马上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就在紧要关头及时扑倒了他。就在业务纳闷黄毛到底怎么了的时候，地面突然剧烈摇晃，悬崖边的岩石立刻碎裂。同时，贤者紫苑也找到了据点的同学们，告诉他们自己的任务可能要简化了。紫苑说这样下去根本召不来贤者，紫苑决定要加快进程，早点出现贤者，方法就是让大家互相残杀，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负责监视业务的妹子发现，这时业务的能力已经升级到了极点。千家赶到的时候，目睹了不可思议的场景，他拥有秒杀一切的能力，只要让人去死，那人就绝对不能活，甚至连地心引力都能秒杀。牛顿看了都得气炸，面对业务也绝不手软，就算是妹子，业务也能毫不留情，只要有人对他动了杀心，业务绝不让他活到第2天。而业务之所以大开杀戒，还是因为贤者紫苑的一番话。为了尽快选出新贤者，他竟然让全班同学进行一场生死战，最后活下来的就是贤者，当场就要发动杀戮的能力。他的能力也是秒杀，跟业务一样，称为死神，能秒杀任何看到的生物。然而贤者的眼神散乱，没有被死神秒杀。就在对方以为紫苑不会死的时候，紫苑却说死又有什么大不了，下一秒再复活就行了。听闻此言，同学们都不信邪，却也开始用能力让紫苑不断尝试死亡。这下同学们也老实了，而业务则是为了救黄毛摔下了悬崖。业务反倒显得挺淡定的，然后用能力把自己身上的坠落动能秒掉，业务就这么轻飘飘的落地了。如果牛顿看到这一幕，估计得气的拿着教科书抽业务。这时业务正好到了魔妹所在的第7层，同时小胖帮魔妹解开了封印，魔妹也答应放小胖和鲁特走。可他们刚走2步，小胖就觉得地面黏糊糊的。鲁特说是因为魔妹已经准备好召唤魔神了，他的身体会不断膨胀，直到整个地方变成他的子宫为止。鲁特不想拖累小胖，一脚就把小胖踢出去了。无法逃脱的他最终成了魔神的养分。小胖走后，鲁特也心甘情愿成了魔妹身体的养分。可小胖还没跑远，就又碰上了业务这个瘟神。小胖急忙跪下求情，动作柔软的像巧克力一样。虽然业务曾说过只要见到他就杀，但现在也只能央求业务帮忙，因为后面有东西一直追他不放。小胖知道回去的方法，业务也果断出手，帮小胖干掉了追他的怪物。同时在第6层的同学们开始大乱斗，预言家躲在天花板上，得知会被神枪杀死，马上改了预言书的内容。在枪击发生前，有人从另一边的门进来了，两人打起来了，进来的竟是林香。预言家趁机溜了，然后赶到了第7层的入口，可这门怎么都打不开。预言家正准备放弃时，大门突然自动开了，紧接着提示业务和小胖就要出现。预言家知道双杀的机会到了，这时冰胖意识到自己也参加守贤者选拔，发现自己被列入贤者候选人战斗，参战者得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。这下业务也有了主意，就是带着小胖逃开这里，这样贤者肯定会来追杀小胖，自己就能趁机见到贤者。同时6个擅长职业技能的同学在脑海中和猫咪费通交流。进行偷袭的正是擅长建筑和快递的2个同学，他们2个的配合打出了那块巨石。圣安谷突然出现在他们2个的背后，宋鹤元赶紧召唤颜娘交在圣安的头上，他还记得圣女的能力，见黄毛立刻使用空间转移，大圣笑也说攻击他完全没用。圣女说这些能力是他来到这个奇妙世界之前就有的，
那天他放学回家遇到2只在打架的猫咪，他没想到那2只猫其实是神明，一只会喷火，另一只眼睛能发射激光。他在看战斗时不幸被激光打中，为了补偿，2只猫神复活了他，还赔了一个礼，让他能向猫神借力。现在他的实力甚至可以干掉贤者，但如果就这么杀了他，那就不能再享受这种有趣的活动了。圣女看到这一幕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她最喜欢看到别人高估自己的力量，看到比自己强大的人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圣女也收到了小胖加入的通知，她直接找到小胖，不管一旁的业务，用圣女拳直接就要干掉冰胖。业务用肘击打断了圣女的动作。原来业务除了秒杀，还学了几招近身格斗，但他后来感觉到威胁，莫必要直接结束圣女的生命。圣女突然发现猫神死了一个，虽然不知道业务怎么做到的，但黑猫把力量全都给了圣女，让她帮忙为猫神报仇。圣女一时间愣住了，因为她发现黑猫也被业务杀了。圣安一愣后转身就跑，而业务并没有杀他，反正没能力的他就是个废人。千家看着据点里混战，本想在这里躲避他们，没想到守护灵感应到有灵体靠近，甚至发出了干扰信号，这让他无法和业务协同作战。突然千家被一个带着幽灵的同学找到，那同学的能力是降灵术，能够驱使灵体为己所用。看到对方的守护灵，千家也忍不住吐槽了起来，都是守护灵，可同学古一伸手就把千家的守护灵夺了过去。量他召唤的公主唯一本事就是算术，除了好看真是没啥用，千家因此嫌弃他。守护灵居然瞬间背叛了千家，马上附在同学身上向千家发起攻击，幸好千家及时躲开了。同学得了守护灵的力量后力大无穷，要是被打中可能不死也得残废。千家都傻眼了，自己的守护灵竟然对自己下手。守护灵也说没办法，被附身后只能成为对方的力量。紧接着千家身上的战斗服被解除，战斗服的形态全靠守护灵力量维持。这时业务恰好路过，看到衣服被解的千家，业务直接给小胖一拳，然后给千家披上衣服。业务还没弄清楚情况，同学突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这是能力即将觉醒的征兆，真厉害，身体仿佛爆发了力量。在这股力量的加持下，千家的守护灵被排挤出来，班长带着一群人围攻一个能力是偶像的同学，偶像马上召唤出一群粉丝，这群粉丝把他们包围起来。这些粉丝不只是加油助威，然而得意了2秒就被一团夜魔困住了，这是魔魅的能力。看到队友被灭，班长果断展翅飞上天去救自己的队友。另一边神枪手和林香的战斗也结束了，业务来到战区尽头，他们一直在等业务，想着和业务会合后总能解决问题。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反派，贝因南拥有秒杀一切的能力，在他面前反派连台词都没机会说完。就在刚才神枪手用核弹打败了林香，竟然直接召唤出了核弹。不远处的业务也感觉到了杀意，赶忙让大家躲在自己后面。下一秒长着天使翅膀的苗长变成了天使，回到了属于他的天堂。虽然林香波被核弹炸死了，但他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是在系统的指引之下，林香直接开启了不当人模式，使用再也无法恢复人样的龙域魔法，将自己的伤给治好了。他的表现也将永远变成龙的样子。接着林香为了继续和同学复仇，直接用龙牙化成无数个分身，然后让他们在地下城中寻找起了还活着的人。而在业务的保护下，千家等人也成功活了下来。业务的能力已经开启了第2门，就算是物理法则，业务也能照样杀死。校园里日常根本就拦不住业务。这时林香的分身也找到了几人，而林香也直接命令分身去干掉业务。然而这些分身才刚举起武器，就纷纷倒在了地上。在业务这种对手面前，就算是千军万马也不值一提。这时林香的系统也发现了业务，赶忙让林香逃走。原来林香体内的系统正是人类为了防止被业务灭亡而设计出来的，它的目的就是为人类留下种子。但林香还不甘心，毕竟他为了复仇已经变成这副鬼样了，要是就这么放过几人，他活着也没有意义了。就在众人有些搞不清状况时，回到原来世界的新方法，贤者古行不愿意告诉业务，下一秒贤者直接2脚一软，瘫倒在了地上。正是业务用能力杀掉了贤者的脚踝，不等业务继续逼问，贤者就打算直接动手。眼看不是业务的对手，贤者直接用传送魔法逃回了老家，然后直接扔掉已经坏掉的右手，用魔法重新长出了一个新的右手。然而被业务杀掉，那2根手指依旧无法动弹。就在贤者蒙圈时，他的4肢也被业务给杀了。贤者这才意识到业务不是在开玩笑。这时贤者的爱人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可还没来得及询问状况，他的脚踝就也被业务给杀了，直接瘫在了地上。紧接着手臂也是同样如此。贤者也慌了，赶紧传送回业务面前，希望业务能放过他的爱人。
原来业务的能力在开启第3门之后，还拥有这种锁定能力，只要看到过对方，就能随时发动能力，而且还能精确打击到自己所看到的目标。听到业务的解释，就连队友的几个妹子也不由得感到害怕。贤者也是彻底服了，将那防护世界的坐标告诉了业务。不过现在2个世界已经彻底断开了连接，就算知道了坐标，也还需要巨大的能量才能传送回去。随后贤者掏出自己的贤者之石交给业务，表示这可以为他的返程提供能量，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，业务还需要多找几个贤者，拿到他们体内的贤者之石才行。当然那些被业务杀死的贤者就别想了，因为被业务杀死后，他们的贤者之石已经没能量了。业务本来还想打听其他贤者的位置，但这点紫苑也不清楚，只好作罢。看在紫苑这么诚实的份上，业务也决定饶他一命，反正他也放不起什么风浪。然而就在紫苑准备回去救自己老公时，突然被魔魅的触手给缠上。紫苑本想直接传送离开，可他的传送魔法竟然失效了，紫苑直接切断右腿，再次施展了传送魔法。然而这次不仅没传送，自己还被魔魅给拉进了身体中。看到自己所有的魔法都无效后，紫苑也彻底绝望，眼看自己即将成为魔魅身体的养分，紫苑便把业务的名字说了出来，告诉魔魅他的魔神哥哥就是被业务杀死的，打算让魔魅去找业务复仇，然后借业务之手来为自己报仇。与此同时，魔魅不断膨胀的身体也蔓延到了王都之中。见状，大主教也露出幻觉，因为这一切正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可他还得意了2秒半，刚离开地下城的业务等人就目睹了这一幕，小胖也傻眼了。这大主教一看就是个情报宝库，可业务就这么直接把他干掉了。魔魅也找了过来，他想从小胖那儿打听业务的下落。小胖二话不说就把业务的位置告诉了他。虽然魔魅已经死了，但整个王都到处都是他的残骸，还好黄毛这个组织成员在，他立刻带人找到了一架飞艇，打算直接飞走，但飞艇最多只能坐4个人，他们却有6个人。在众人犯难时，守护灵说他有办法让其他人先坐飞艇离开。守护灵的办法很简单，他把黄毛的衣服变成蝙蝠侠的战衣。众人在王都外汇合后，开始商量接下来的对策。业务原本打算带任家去收集贤者之石，可2个同事也想跟随业务，业务并没有拒绝，但也不会帮他们收集能量。对此2女也没意见，他们只是想跟着业务混。可突然业务也困了，这时一辆马车突然停在他们面前，那个转生吸血鬼的小萝莉从车上下来了。原来是2个首领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原来迪奥要找的妹妹，原来是被吸血鬼收养的白羊。小萝莉也拿出自己的贤者之石，表达了自己的忠诚。圣王也发现了魔魅的尸体，小胖早就溜了，毕竟他得罪了业务那么多次，他早就不敢再待在业务身边了，但他的愿望已经被业务